一场俄乌战争彻底揭掉了俄罗斯的遮羞布，俄罗斯重要航空工程师投奔美国，当年冷战时期叛逃狂潮是否又要重现？2023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，一则重磅新闻又狠狠地打了俄罗斯一耳光，那就是俄罗斯又有一名航空工程师投诚美国。该则消息首先是由美国雅虎新闻爆料，雅虎出于安全考虑，并未公开这名俄罗斯航空工程师的名字，不过还是透露了当时的不少细节。该起事件发生在2022年12月下旬，该名工程师驾驶一辆防弹 SUV 抵达美墨边境，与他一同投奔美国的还有他的家人。在向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同时，作为交换条件，他表示愿意向华盛顿提供重要的军事机密。那么他手中掌握的军事机密是什么呢？是现如今俄罗斯最新款图160M 战略轰炸机的相关文件。该名工程师在2018年至2021年间，曾经在俄罗斯喀山图波列夫飞机工厂工作，并担任现场经理，直接参与了图160M 的研制与生产。图160是目前俄罗斯手中仅有的能拿得出手的轰炸机了。虽然图160已经有40多年的高龄了，最新的也是苏联时期生产的老爷机，但在俄乌战争的开战初期，俄罗斯就出动了图160，向距离波兰边境仅10英里的乌克兰军事训练场发射了巡航导弹。此外，在9月份，俄军遭受哈尔科夫惨败后，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的电网设施进行大规模报复，其中也出现了图160的身影。虽然9月份乌军的防空装备已经大幅加强，但图160还是依托巡航导弹的防区外攻击能力，在乌克兰境外向乌境内的电力设施进行报复。到目前为止，俄军的图160仍保持着零战损的记录。然而，就是这么一款老爷机，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甚至一度失去了制造该款飞机的能力。近些年来，俄罗斯不断努力恢复其生产。俄罗斯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着手对现有的图160进行现代化改造，是俄罗斯更新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一环。改造完的图160也被称之为图160M。升级后的图160M虽然外观上与40年前的图160相差不大，但其内部的设计和系统都焕然一新，换装了新的航电设备、电子战系统和新型的 NK3202 发动机。俄罗斯联合航空公司总经理尤里斯柳萨里表示，图160M 里现代化系统和设备占比超过 80%。 NK3202 发动机的油耗也较前型 NK3 减少了 10%， 打开加力后的最大推力则超过了25吨。相比原版 NK3 油耗更低，航程更远，而且最大巡航速度更大。电子战系统上淘汰了图160上的贝加尔湖电子战系统，原版贝加尔湖系统需要在机尾安装一个细长的尾椎，换装新系统后的图160M 看起来变短了。航电设备上，图160M 装备了新研制的 NV70M 机载火控雷达，用数字化显示器驾驶舱替代了老旧的湖蓝色萤幕，导航系统也做出了对应的升级。此外，图160M 在生产中创新性使用了钛合金真空焊接技术，这极大缩短了建造周期。除此之外，升级后的图160M 能够挂载更新型的空射高超声速武器，例如此前仅能由米格31发射的 KH-47M2 匕首高超声速导弹。按照俄罗斯的计划，图160M 将会进行大量生产，但直到2022年12月20日，首架图160M 才在喀山飞机制造厂进行首飞。目前进行升级的160M 数量也一直停留在个位数。在2023年，俄罗斯计划将为空军远程航空兵列装3架图160M，然而负责其建造的工程师却抢先一步投奔美国了。按照该工程师在图波列夫飞机工厂的工作时间点来看，那段时间正是图160M 的技术攻克时间段，他可能对图160M 的一系列现代化改造知根知底。即便一名工程师不掌握所有的关键信息，但即便是透露一部分，对俄罗斯的损失也将会是不可估量的。这时有小伙伴会提出疑问了，这图160已经是诞生于冷战时期的老古董了，当年乌克兰还在美国技术人员的全程监督下拆了好几架，美国早已摸清了图160的技术，这还有什么泄密的价值？
霍里军认为，当然有了。现如今，美国所关注的并不是如何制造一架飞行速度可以达到2马赫的可变后掠翼战略轰炸机，而是更为关注图160M的生产情况，包括数量以及未来一段时间，在图160M上将会出现哪些新型武器。在高超声速导弹领域，虽然俄军的匕首导弹在实战中准确度十分感人，但不得不说，目前唯一有高超声速导弹正式量产并列装部队的国家就是俄罗斯。美国在实战化方面的确处于落后地位，因此了解该款导弹将如何挂载于图160M上，会有利于美国应对俄军在俄乌战场上的下一步行动。而逃往美国的这名工程师就很有可能向美国泄露图160M的生产计划以及搭载武器。不得不说，出现工程师叛逃这样的事件，也算是俄罗斯自作自受了。自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，成千上万名俄罗斯人离开了该国，一些人现在正在西方国家寻求庇护，并以提供俄罗斯的秘密作为庇护交换。这样的场面简直就是美苏冷战时期叛逃潮的翻版。当年苏联可谓是全国上下方方面面的专家都向往自由社会的美国，并且当年那些苏联人为美国所提供的信息，可比如今图160M的生产计划要猛多了。从战机到弹道导弹，苏联几乎全部的最新武器都被美国尽收眼底。在战机领域最出名的，莫过于别连科事件了。1976年9月6日，别连科驾驶着米格25飞到了驻日美军基地，美日专家对这款战机从里到外研究了个遍，这一下子让苏联引以为傲的高速神话就此破灭。当年米格25的泄密有多严重呢？米格25在人类的航空史上有重要的地位，是第一款极速超过3马赫的战机，更创造过有人驾驶飞机飞行32000米的高度纪录。在米格25刚装备苏联空军的1969年，甚至连空导弹都追不上它的速度。在1971年的中东战争中，埃及从苏联引进的米格 25R 多次侵入以色列境内，以军起飞 F4 战机升空拦截，但是完全追不上。在一次拦截中， F4 加满油门追逐米格25，最后成功锁定并发射了响尾蛇空导弹。以色列飞行员以为埃及战机无处可逃，结果没想到米格25马力全开，把速度高达 2.5 马赫的响尾蛇导弹远远甩在了身后，逃离了空域。米格25如此恐怖的高速性能，在北约国家中曾引发米格25恐慌症，其夸张的性能曾让美国既害怕又好奇。此时的美军中能飞这么快的飞机只有 SR-71 黑鸟侦察机和 XB-70 女武神轰炸机，而后者因为一架就要15亿美金，因此美国仅造了2架后就躺在了仓库。而 SR-71 黑鸟侦察机为了追求高速，在其余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妥协，并且造价也极其昂贵。苏联却能生产出追得上黑鸟的战斗机，还能将其量产来进行空中战斗，简直令人匪夷所思。美国军方一度认为苏联已经在飞机技术上把自己远远甩开。然而，别连科驾驶着米格25来投诚，无疑是将苏联战机的最高机密悉数奉出。美军得到米格25后，将其拆卸解剖，这才发现其全部的秘密所在。整架米格25基本上没有一项技术是领先美国的，相反，其雷达和电路设备非常落后。为何会飞出3马赫的极速呢？米格25安装了2台 R15300涡喷发动机。为了追求极速，苏联人简单粗暴地加大推力，用大推力发动机和油料把这架怪物送到2万米高空，然后飞出3马赫的速度。作为代价则是发动机寿命很短，甚至在最高速状态下飞行一次就要宣布报废。此外，米格25的起飞载重一大半都是燃油，尽管如此，其续航航程也不长，仅几百公里就要返程。而机身材料方面更是大力出奇迹。为了应对高速空气摩擦产生的高温，美国采用的是大规模使用钛合金的方式，但是由于冶炼技术和金属加工技术的限制，苏联当时加工不出合格的钛合金机体结构和飞机蒙皮，所以苏联直接采用钢材来制造米格25，这导致其自重太大，几乎无法进行格斗，同时在最高速时几乎无法控制，只能走直线，以至于欧美专家将其戏称为飞行的不锈钢。可以说，别连科仅凭一己之力就将苏联的高速神话打破。
在导弹领域，同样有不亚于别连科的泄密事件。上世纪60年代，苏联研制了一款名为 SS-12的中程战术弹道导弹。该导弹具有很强的机动能力，能够在公路上机动和越野机动，最大射程约800千米。其主要打击的目标就是北约的一线部队以及后勤基地。1969年 SS-12正式服役后，苏联总共制造了约300枚，而北约则对 SS-12导弹十分忌惮。由于 SS-12导弹可以实现机动发射，这样一来，即便是掌握了航空侦察优势的美国，也无法确切掌控其准确的部署和可能的发射地点，对其进行定点清除就更无从谈起。如果一旦与苏军擦枪走火，部署在欧洲东线的北约军队将会成为 SS-12饱和式打击下的牺牲品。而此时，一个关键人物将 SS-12这个悬在北约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给放了下来。这个人就是 SS-12导弹的总设计师安德烈·库里诺夫。他整理了大量关于 SS-12的设计图纸，将其塞在一个巨大的箱子中，随后将箱子送到了西柏林。后来在美国的帮助下，成功抵达美国。美国政府拿到 SS-12的设计图纸后，立即对其展开了研究，并根据图纸数据来研制防空导弹，从而将苏联的导弹威胁降到了最低。而上面这2起事件仅是冷战时期苏联叛逃的一小部分而已，仅是苏联飞行员中就有110人投诚美国，其余领域更是数不胜数，统计都统计不过来。如今图160M的工程师逃往美国，或许不像当年冷战时期那样能够给美国提供多大的情报价值，但依旧狠狠打了俄罗斯的脸，让世人更加看清俄罗斯是一个怎样的国家，可谓是伤害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还知道哪些著名的叛逃事件？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